小的，却直面风雨，独行使命，留下坚定背影。乘风吧，长夜一线之隔的黎明，前行吧，未见之旅等待我们开辟，续战吧，见证光明爱用交织搏击，守护吧，理想炙热如炬，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启的方向，不再彷徨，那是你我此生的信仰，迷雾消散，找寻心底呼唤的答案，每一刻义无反顾起航。同样的酒店房间，更便宜的价格，不怕比价的同城旅行邀你收看高光时刻。时刻跟你保持10米的距离。我让金阳把车停在距离你不远的地方，他不离车，你一拿到东西，我们立刻上车撤离。Hello. Hi. What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Coffee, please. Okay. 已经过电了，杜鹃是不是出事了？金阳那边我联系过了，该做的都做了，可能我们对事态低估了。我建议立刻回去，和老家取得联系。再等5分钟吧，等最后5分钟。我了解他，他一定会把证据送出来。他来了。看到了，他身后有尾巴。Sorry. What the fuck? Oh, I'm sorry. Are you blind? Sorry. Fuck you, man. Sorry. Are you blind? Sorry. Fuck me. Shit. 进来。郭姐，哎，白姐也在啊。白姐好。好久不见了啊！是。永远这样风风火火的，这性子比我还急。哎，咱们这江城世家，浑身上下就透这一个字儿——丧。谢谢白菊。安妮啊，哎，叫你来呢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分配给你。郭姐您说。哎，坐下说，坐。
白局你也坐。好。白局他们市局啊，你坐。白局他们市局呢，之前移送我们审查起诉的一起电诈案件，其背后隐藏着一个特大型的电诈集团，而且它跟我们以前侦办的电诈集团有明显的不同。就这个集团的组织架构非常严密，采取大区独立控制，完全的垂直单线联系，也就是说，他们内部之间很少有横向交叉。他们的目标人群就是咱们东南西南2个地区的广大群众。也就是这1年多的时间吧，这个集团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已经达到了5亿多。5亿之多，这在我们处理的所有电诈案子当中，是性质特别恶劣的了。没错，这个集团的犯罪手段非常的狡猾，并且他们在管理上、内部的构架也很严密。再加上他们的犯罪这个窝点绝大部分都在欧洲，所以给我们这个取证和侦查工作造成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其实啊，我们在摸到这个线索以后，省里就非常重视，就上报了公安部和最高检，特别指示呢，就由咱们江城市局还有市检联合组织了一个723专案组，那么就由我和白局呢分别担任2家的牵头人。半年之前，市局经过缜密周到的部署，我们成功的把一位刑侦部门的同志打入了他们集团的内部，现在已经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从最初的一个3级接线生，现在已经逐步渗透到了犯罪集团的高层，由此掌握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呢，就存储在他随身隐藏的一个微型 U 盘里，但是这个数据量非常庞大，要想通过咱们的加密网络进行传输啊，需要很长的时间。他呢一直找不到这么合适的机会，所以现在就需要我们派一个人去，当面跟他接头，把这个证据拿回来。之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国际合作局跟 A 国司法部门和警方进行了沟通，只有我们拿到这些证据，才能把这个大型的跨国犯罪集团连根拔起。我明白，作为卧底，信息的传递是非常困难的。2位领导有什么指示吗？白局，最初呢，这个任务我们也考虑过其他几个人选，但是思前想后，大家认为你有几个条件明显的优于其他人，比如我们这位卧底的同志跟你曾经有很深的渊源，再有就是你在大学的时候到巴塞去深度交流过，对那儿的情况相比其他人更熟悉。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确定，在长期的斗争当中，对手是不是对我们公安口的一些同志做过深入的反侦查。所以，为了确保任务的完成，同时也是考虑到要保证那位卧底的同志和你自身的安全，我们决定派出去你这位新面孔，目的只有一个：出去制胜。陈哥，你立刻通知一下，所有人马上停止手上工作，20分钟后会议室集合。陈哥，出什么状况了？这么着急？上面让全体保持静默，从此刻开始不准外出。这事儿只能我俩知道，明白吗？放心吧。还有，一会儿人员集中完毕，你带着王德发，把所有人员的电脑和房间都搜查一遍，千万不能放过任何可能有猫腻的地方。
老家来的吧？我是金阳，中江省驻 A 国联络专员。你好，我叫雪莲，郭检跟我提到过你。你好，我们这次行动就麻烦你了。这是我的同事山茶。啊，你好，你好，我是山茶，给您添麻烦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郭检特别交代过了，你们这次任务很重要，让我务必做好保障工作。走吧，咱们边走边说。行。首先呢，是要跟他们打招呼，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饱含真情。你好，张大哥是吧？我是小王，公司周年庆活动给您免费邮寄会员杂志，还是寄到您之前那个地址可以吧？那老师，要是我们第一步问是不是张大哥的时候，他说不是，那我们怎么办嘛？你是不是搞怪？是不是找事儿啊你啊？啊？你不会随机应变的？到底是你在骗别人，还是别人在骗你？你能不能学会？告诉我能不能学会？你要学不会，我就把你扔到海里去喂鱼吃。是谁允许你把人扔进海里的？哎呦，听大姐听来了，是你扔还是我扔？听大姐，我就太着急了，我这帮人太笨了，最基本的剧本话术单1个礼拜了他都不熟悉呀，这样子他怎么上岗啊？那是你的事儿，我找你来就是教他们话术的，不是让你来当打手的。2天后验收，如果还不过关，我会找别人教他们。到时候，是不是你被扔进海里，那可就不好说了。愣着干什么？话术手册第1条，翻起来。像我刚才说的，他涉嫌不作为的故意杀人，那是针对在很容易就能完成职责的情况下，却选择见死不救的情形。比如说，他在街上巡逻，看见有人被车撞了，奄奄一息，普通群众见死不救，最多可以说是不道德的。但是黑猫警长相对于普通群众，他有着特殊的救助义务。如果任由受害者流血而亡，那就是犯罪了。啊，好了啊，黑猫警长的事儿啊，今天就到这儿了。你们的大师姐下午还有事，让我们用掌声表示感谢。刚才那位同学，你要说什么？师姐，我想问一下，你的那个发卡是在哪儿买的？好漂亮！下次见面的时候，我送你一个。好的，谢谢师姐。师姐，你那边一切都顺利吗？就1个小时时间，每个屋子给我查清楚了，听见了吗？好，知道了。走仔细点。婉儿师姐最后一次跟家里联系，约定好8月24号下午3点，就是明天，会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大概是在9天前吧。不知道这些天他那边情况怎么样，会不会有变？我跟白居约定好，我们会在这里等他半个小时。如果半个小时之内他没有出现的话，就说明他已经有情况，可能必要的时候还需要我们主动出击来救他。天子，这些天辛苦你了啊！还是要抓紧，后天必须让这一波
新来的话务员上岗，咱们花都的点儿被端了，上面指示从咱们这儿调拨人过去，把花都的网点重建起来。好，我明白。我刚才去看了一眼，已经差不多了。全哥，我记得花都那边的负责人叫老周吧？怎么好好的就被端了呢？该不会是花都那边有鬼吧？他们有没有鬼我不知道，咱们没鬼就行了。雪莲，我不太明白，张婉如既然已经可以街头传递证据，为什么她不直接带着证据撤离呢？如果带着证据撤离，犯罪窝点一定会转移，到时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懂了，人不知鬼不觉。我已经加强了对工作时间的外部以太网、内部局域网使用的监控和设置。所有人配发的手机，下班之后立刻收回。这么严重啊！我来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事儿。特殊时期，特殊处理吧。行，你忙吧啊。哦，对了，全哥，按照惯例，明天就轮到我盯着老陈他们去采购下半个月的食材，您看还正常去吗？正常去吧，不能把人饿死呀。我记得您最喜欢吃紫甘蓝了，明天多给您买一些。行，哎，缇娜，我记得，哎，你是说过，当时是在国内，是做医疗器材的，对吧？说白了，就是给各大医院卖药卖器材的，跟房产中介差不多。哦，你一直在上海？在北京先当了2年北漂，然后去了上海做了2年，再然后就到咱们这儿了。您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办吗？哦，没什么，我随便问问。主要是我有个亲戚在上海，经常生病，这个身体不好，今后还得麻烦你帮我找个好医院啊。行，您有需要随时跟我说。那您先忙，我不打扰了。嗯。雪莲，明天你就在这儿等着婉如，我在对面的这个咖啡馆待命，时刻跟你保持10米的距离。我让金阳把车停在距离你不远的地方，他不离车，你一拿到东西，我们立刻上车撤离。行，这方面你是行家，听你的。对了 ，A 国这边原本就没那么太平，听白居说，咱们这个犯罪集团已经在这边经营了好几年的时间，我估计肯定跟当地的黑帮多少都有联系，甚至拜过码头了。咱们万事得做最坏的准备。是，你说的是没错。这些年，这些海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他们的犯罪手段非常的多，尤其是跟黑帮有染之后，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越这样说，我越紧张。希望明天婉如事件可以一切顺利。轻盈无边天山白，淘淘养眠卫生巾，邀您观看精彩剧集。好了，您说。我开了个大会，把消息透露出去了，看他们的反应也都还算正常。明天吧，我会突然宣布封锁大门，只许进，不准出。到时候看谁连1天都憋不住，非要出去的话，这人肯定有嫌疑。您放心。即便是他们知道是我设的局，还往里钻，那肯定有问题。但是，我还不能确定他们俩之中究竟是谁。
明天下午3点就是约好的时间，会是谁来接头呢？现在这里头发生了巨变，李全的警觉和突然安排，外头老家来的人知道吗？现在顾不上这么多了，必须去正常接头。如果一切顺利，应该老家的人很快就会端掉这个窝点吧。过了明天，一切都快结束了。花都的事情，他们应该不知道是我曾经传递过消息吧？毕竟我人在 A 国，又从没主动和花都的人联系过，只是捎带手地告诉过老家偶然得到的信息和地址，帮助他们对犯罪窝点定位。陈叔，哎，缇娜姐，您怎么来了？我都跟您说了多少次了，别老叫我缇娜姐，您这岁数都快赶上我爹了。您是我们的领导，就得叫您缇娜姐呀。行，那就按照您的习惯来，随意点。哎，这还没到饭点，您过来有事吗？哦，随便帮我拿点吃的，我去喂喂那个不听话的小猫。哎，得嘞，我给您准备。哎呀，缇娜姐啊，你看，您这个人呐，真是心肠好。顺带手的事儿，这天凉了，小猫也没地方去，它能跑到咱们院子里来也是缘分。是我不能看着它死。对了，陈叔，明天还是咱俩一起采买吧？行啊，没问题啊。嗨，我平时出门啊，左右都有人看着，您看着比别人看着还舒服点。只是走个过场而已。是，我知道您也是好人。这猫，当初也是您放进来的吧？哎，不，这我得解释。陈叔，您就放心吧，而且也没有人再往下面查了。哎，对了，陈叔，我记得您最喜欢搓麻了，要不这样，明天咱俩提前1小时出门，抓紧买菜，买完菜我送您去唐人街那个麻将馆玩个2小时。赢了您揣着，输了我给您补上。不，千万别这样，您平时就够照顾我了。哎，不，我打不打麻将都无所谓，这给您添麻烦。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在这鬼地方不容易，去玩玩，放松放松。哦，对了，你找个电话给家里打一个。您儿子不是在国内吗？是，你先拿着。缇娜姐，你让我，行，我什么都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懂，都在这儿呢。哎，那行，那明天12点见。哎，明天见。哎呀，好人呐。喵，小白，喵，小白，快来，快来，吃点东西吧，是不是饿了？你怎么不吃啊？不饿吗？是不是不高兴？是不是跟我一样，心情不好啊？哎，小王，去准备一下车，待会儿出发。姐，全哥刚刚通知，任何人不能出去。为什么呀？怎么这么突然？我这是按照计划采买。不去的话，这一屋子的人吃什么喝什么呀？姐，这是全哥的意思，我也不好问啊。我看要不今儿就算了，别去了。不行，要不这样，你让老陈先上车，我去找一下全哥。行。真的啊？他要接见我？哪儿啊？圣欧拉利亚咖啡座。哦，那我几点钟？怎么给他接头？女士？哦不，没什么，我没觉得她是一个女人。啊，好，那我今天下午5点钟准时到啊。
谁？全哥，我站在这儿多久了？怎么连你也把规矩给忘了？我刚到，确实听见您正在通话呢，但是您好像也没说什么事儿吧？我是听得到，听不懂。找我干什么？哦，我正准备和老陈出去采购食材呢。昨天跟您请示过了，您同意的。但是刚才司机不给出车，不让出门。那他说是您刚刚通知的。是我通知的。我想了想，大家还是勒紧裤腰带，忍忍吧。等花都那个事儿彻底消停之后，我再向上面请示。如果一切安全，我们再恢复原态吧。缇娜，今天就别出去了，别自己找麻烦啊。行，您都这么说了，那您先忙。好。喂，几位。小莲，你记住，一会儿接头时，无论发生任何情况，你都不要轻举妄动。我们的任务是拿到东西，顺利带回国。完毕。这不让出门，咱晚上吃什么？让大家先忍忍吧。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啊。不该问的，咱也不敢问。哼，不过会不会？算了，我不说了，不说了。怎么了？昨天我给全子送餐，我听他跟强子说，提到一个人的名字。谁呀？叫老什么？全哥为什么不让我出门，搞得神神秘秘的？我可是他多年出生入死的兄弟，太寒心了。全哥自有全哥的安排，咱们照做就是了。再说，又不是只有你一个，是谁都不能。我不像你，脑子快，思想活，滑溜溜的，全哥喜欢。他哪点不喜欢你了？咱们俩不属于这个黄金搭档吗？都是他的左膀右臂。行了，待会儿我还得开车送他出去呢。见人？见谁啊？不知道，也许是个了不得的人，肯定是个大人物。全哥，话我已经带到了，但我觉得肯定不是他。但愿吧，我也不相信是他。可他和缇娜最可疑了。哎呀，毕竟能外出采买的只有他和缇娜。今天突然不让出门，应该是要和接见李全的那个女人有关。她就是老陈说的那个人吗？他们5点见面，李全应该会在4点出门。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人没来。还没来，他那应该是有什么情况。按照现在的情况，他应该是很被动，没有办法跟我们取得联系。但是只要能够确认他安全，那他就一定会来，不管多晚。金钱
每一个人对金钱都有兴趣，对不对？大家对金钱都有兴趣。阿武，哎，金大姐，过来，自己看资料啊。金大姐怎么了？进来呗。猫没了，没了就没了呗，一只畜生。这不喂出感情了吗？我一直把它当孩子一样看待。要不这样，你和老陈陪我一起去找。真要去啊？必须去。那行，你呢带着老陈去，我守家，我带他们学习，这是全哥交给我的任务啊。那行，谢了我。陈叔，去玩吧，我待会儿来找你。哎，咱们不是来找猫的吧？找也找过了，我看是没戏了。全哥也不让咱们采购食材，既然出来了，就放松一下，别把自己绷那么紧。这样，我去找个洗脚店让他讲，顺便帮全哥买点他最喜欢吃的自甘奶。行，林大姐，那你忙你的，忙过我啊。好好玩，哎，待会儿见。好。哎，丁大姐，怎么了？没事，你路上小心点啊。对不住了。啊，哥，是我。喂，全哥，缇娜跟老陈已经分开了，根本没有继续找猫。说是什么找个地儿安脚，叫老陈在外面等他。要我说，就直接绑回来不就得了吗？果然是他。你动动脑子好不好？咱们要的是他手上的东西。还有，一定要人赃并获，万一能钓出他身边的一条鱼呢？现在绑他回来有个屁用！先确定他手上的东西，还有他的身份，啊，强子，让咱们的人继续跟踪他。如果看到他跟任何人接头，立马行动，把接头的人一起带回来，还有他们交接的东西，记住，一定要活的。至于怎么处置他，那位自然会看着办的，我们也管不了。雪莲，别说动。时间过得真快啊，宛如时间。这都已经2年过去了，想你了，想跟你说说话。这2年，我审查起诉了15批为国际电信诈骗集团跑分，
隐瞒犯罪所得的下游犯罪分子，梳理了20多个省电信诈骗被害人资金的走向。每一天我都没闲着。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不久的将来，你就会看到真相，你也就可以瞑目了。安妮啊，你之前在会上整理通报的相关情况，我已经向省检察院汇报了。省检的领导高度重视，立即亲自前往北京，向最高检的领导做了专门汇报。这2年来，最高检一直是结合国际司法协助来取得证据。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是指向了723大案，也就是说，还有真正的元凶首恶依然逍遥法外。这个723案属于典型的网络犯罪，证据薄弱，难以固定。如果是由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方面呢，能够完善证据链；另一方面，能够在时效期内保证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还有就是，咱们最高检一直在鼓励我们，不要墨守成规啊，务必要保证咱们检察官的亲历性。综上所述呢，这个最高检还有这个公安部啊，经过论证和慎重考虑，就决定从今天开始重启723专案组，继续侦查，锁定证据，务必把这个幕后的真正元凶和所有骨干成员一起抓获。现在是由我和白局继续担任这个专案组的组长。安妮啊，到。你已经被选为专案组成员，今天下午就跟我去参加第1次的碰头会。是，我等这一天等2年了。好，同志们，开会。大家都知道，2年前我们失去了一位非常可敬、可亲的战友。今天是张满如同志牺牲2周年的忌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公检2家召开一个联席会议。当年，张满如同志在拿到了 A 国723犯罪集团的犯罪证据之后，主动要求同家里取得联系。但是当时我们并不清楚，其实723这个犯罪集团，他们已经有所察觉，他们感觉到了我们可能有人已经渗透到了他们内部，只是不清楚这个人是谁。在这种情况下，张满如同志果断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坚决把证据送出来，因为他清楚，我们只有拿到确凿的证据，才可以要求 A 国警方对我们的抓捕行动给予全力的支持。我没能带他回来。事后我们一直在推断，反复的复盘，因为我们不相信张万如同志真的逝于一场交通事故。但是同志们，我们没有证据，况且案发地点在国外。当时巴塞的法院已经对肇事司机保罗以酒后驾驶、过失杀人的罪名进行了判决。也就是说呀，这个保罗假借酒驾，完美的逃过了涉嫌谋杀的指控，但我们始终没有放弃对真相的追求。可是碍于在异国他乡啊，而且 A 国的情况也比较特殊，他们的司法体系非常复杂。如果我们不能够提供强大的证据，他们很难为这起所谓的意外更多的花心思。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都是相关的证据和材料，
希望能有所帮助。谢谢。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现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李全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二、被告人张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安妮同志带着一支优秀的团队，他们经过了2年多的不懈努力，终于在这个浩如烟海的卷宗当中，和那个各种繁复的信息中，梳理出了一条极为有价值的线索，就是后来被引渡回国的这个李全，曾经在案发期间，向司机保罗私人的账户上转入过5万块钱的欧元。就在2年前，李全的资金账户当中有明显的资金的变化。每次电信诈骗集团下游的跑分者以分散的形式将大量的金额转入到中上游的账户当中，中上游的账户又以集中的方式将资金转入到国内的地下钱庄的时候，李全的账户就会多出等比例的欧元。就在我们追根溯源，继续追查李全账户的时候，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重大发现。就在2年前的今天，李全曾分几次将5万欧元转入到一位名叫托尼·保罗的司机的账上。这条线索进一步的证明了我们最初的判断，那么就是说，李全极有可能是买凶雇佣司机保罗，以酒驾来掩人耳目，对张曼如同志进行了蓄意谋害。据此，安妮同志对李全进行了突击审问，在铁证面前，李全最终是供认不讳。但是我们检察院的同志并没有就此鸣锣收兵，而是又重新对所有723案件服刑犯人进行了突击审讯，并且从中又审理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那就是李全并不是 A 国723犯罪集团的最高领导者，他的最高头目另有其人。我隐瞒你的只有一个人的名字。什么名字？老黑。微弱的烛火，闪烁的泪光，孤独的时候，悲伤不用紧张。如果失去方向，最怕去幻想，再远也不过是远方。淡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经握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暴风雨很漂亮，可以自由的疯狂，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云长，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淡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紧握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